天解密商戰要告訴大家，市值3兆美元的台積電股價還能再追嗎？經歷了3次的生死存亡，它又是如何逆轉再稱霸？同時一樣都是做晶片，但為什麼 Intel 跟三星就是贏不了它呢？上網你現在還有台積電嗎？有，非常勇敢，在跌到1780的時候還在买，還在繼續買，對不對？因為大家現在從2025年到26年，大家唯一的希望就是台積電的股票、股價能夠追上股號，股號是多少？2330，對不對？但是我們今天在想說，它真的能夠上2330吗？对，因為我們認為可以，但是什麼時候上？當然它的市值什麼時候要過3兆？所以我們今天再次邀請到財經專家世聰哥，世聰哥你好，大家好。是台積電去年的營收破了3.8兆，可以說是歷史新高嘛，對不對？所以大家一直在想說 AI 的風潮繼續下去，台積電應該還是可以再創新高嘛？對，沒錯。但是我們還一樣在想，它的股價跟它整體的這個營運表現到底怎麼樣？我們現在看一下这個全球的半導體市场，去年的半導體市场大概是7440億，那今年預估說可以成長18.3%，那來到8800億的規模。但是台積電的成長率呢是30% 起跳，所以它等於是全世界的半導體中間成長率最高的公司之一。那剛才上華說他買到1780，我覺得這個價格是非常甜蜜的一個點，沒有錯。對，為什麼這樣說呢？我簡單用數學給大家算，去年台積電賺65塊。那65塊的話，去年它的本益比區間呢，大概落在最低20倍左右，那最高呢，大概是落在25倍左右這樣一個區間。好，我們用這樣去算的話，20到25倍這樣去推估它今年的股價。今年台積電的這個以30%的營收成長來算的話，獲利去年65塊，30%算下來大概是90塊。但是依照現在法人的預估是，今年的台積電應該可以成長35%以上，所以90塊是很保守的數字，90塊乘以20倍，1800。所以才說1800以下是算是甜蜜點，對，所以今年台積電的區間波動大概最高可以看到2500到2700，我覺得是有機會的。當然要看當時候的市場的狀況，因為短期間之內可能有很多戰爭因素啦，很多因素啦，會造成它股價下跌。但是一旦整體的這個，譬如說戰爭因素都告一段落啊，各種利空都過去，開始反映業績跟營收的時候，我覺得往上衝過2000、2300，甚至到2500、2700，我覺得或許都有這個可能性。不得不說，其實呢，台灣人對台積電非常有信心，我們才說它是護國神山嘛。對。但是呢，其實台積電在過去有曾經面臨過3次生死存亡，非常重大的關頭。對。那個時候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狀況？然後是什麼樣來幫它化險為夷的？對，很多人都很擔心說，像這個 Intel 或是三星會不會追上台積電？我跟他講，台積電能夠走到今天，它也是克服了非常多難關，所以它不可能一夕之間就被人家追過去。我要先跟大家講，那他自己本身也遇過非常多難關。第一個難關當然是08年那時候的金融海嘯，金融海嘯那時候的台積電的訂單就銳減了大概30%左右。那當時的屬意的這個蔡力行的這個接班人的時候，當時他的作為呢，可能讓這個張忠謀並不是很滿意，包括說他裁員，然後很多人到張忠謀的家裡面去抗議，原本要退休的張忠謀又回鍋，這就是台積電第一次的接班的這個卡關的一個狀況。那當時他回來之後，馬上因應這個所謂的金融海嘯的方法是，他馬上開始大增這個資本支出，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轉捩點。為什麼呢？因為第一個，過去呢，三星怎麼樣把台灣打敗，他都是在景氣最低峰的時候拼命的量產，拼命的增產。其實呢，張忠謀也學到這一點，在08年最糟糕的時候，我拼命的量產東西，然後包括說像砸很多研發啦，買了 EUV 啦，所以因為有那一次的低谷之後，台積電反而能夠後來轉敗為勝的一個狀況。那第二件事就是2009年的時候，三星的這個超車。因為我們知道說，事實上當時的這個三星已經來到40奈米的這個技術，那台積電呢40奈米呢就卡關。我們知道，事實上在晶圓代工的過程裡面，大家都是最先進的製程先做出來的話，可以享受那個甜蜜期哦。結果沒想到台積電呢要進入40奈米的時候，當時三星已經進入32奈米，而且他搶走了蘋果跟高通等等的訂單。那台積電怎麼辦呢？張忠謀認為說，那我們可能在32奈米呢做不贏他，我們就直接彎道超車，就往28奈米去前進。這個決定呢，果然是後來就贏了這個三星。所以後來三星也想學這樣，三星在3奈米、4奈米的他就放棄，他直接超車到2奈米，但是他就失敗。所以說這個其實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台積電的一個決策。團隊建議給哲青看的一個數字，我覺得相當的驚人哦。有許多朋友在收看下班經濟學，但有超過70%的你其實還沒有按訂閱。
如果你一直有在收看，也喜歡我們節目的話，現在哲青要請大家做一件事情哦，就是現在我們來按下訂閱吧。按下訂閱對你來說是免費的，但對整個下班經濟學團隊來說，有你的支持跟訂閱，是這個節目能不能繼續做下去，做得更好的重要關鍵。好，然後第三件事是2014年的時候，當時包括三星也是搶進這個市場，然後包括說像當時的 Intel 還有葛罗方德來說算是 AMD 的代工廠，但那時候拆開來，剛分拆出來的時候，他獲得中東資金的這個大舉。我們都知道說中東阿拉伯人錢最多，所以他錢進來的時候，大家原本都很擔心，就以為台積電面臨這麼多重的這個壓力之下會有問題。但台積電當時是說，我們沒有，我們跟這個很多供應商更深度的綁定，研發新的技術，同時之間還推出所謂的夜鷹部隊，就是24小時不斷的研發，用這樣來超越對手。所以後來呢，葛羅方德也放棄了往先進製程去做。那三星當然從頭到尾也沒有追上過台積電。那 Intel 來說，當然也後來也花了一跤。所以就是說，因為經歷過這些苦難，或是克服這些難題，才有今天台積電的獨霸天下的這個局面。是剛剛講到彎道超車這件事情，因為在2026年的3月底，三星呢有公布一個很驚人的資訊，對，它不是要朝1奈米前進嗎？对，啊，直接也跳過了跟2奈米的競爭了。是，不過呢，就是三星其實在跟 Intel 跟台積電的競爭，最大的難關還在良率上面。對，沒錯。為什麼台積電的良率還是能夠遠遠的超過它的對手？我覺得良率會好，我覺得有非常多的原因啊。當然，第一個就是說，像材料的部分，好的材料的這個資源才能夠有比較好的這個情形。再來是什麼？經驗值。晶圓代工呢，它就是買機台回來。那買機台回來的時候，譬如說你的這個參數要設多少，或者說你這個到底要用多少的這個所謂的配方，這些東西都是台積電過去累積的東西。那你想說，那三星也可以做到啊，但是問題是差在什麼地方？差在客戶人數。因為台積電有非常多各式各樣的客戶，大家知道台積電它目前為止生產線上面同時間生產1000多種產品。那客戶大概他的客戶有50-60個客戶，所以你的這個客戶 A、客戶 B、客戶 C 要求都不一樣。但是從有些東西我可以從客戶 A 這邊學過來，我可以從客戶 C 這邊學過來，所以我有很多客戶。但是三星現在的主要客戶就是三星自己本身，所以它這個經驗值累積的非常慢，這原因就在這個地方。再來就是機台來說的話，台積電形成一個軍團。最近如果大家有在看台股的話，台股很多台積電供應鏈漲翻天。那為什麼台積電供應鏈會漲翻天？就是因為台積電用了一個方法是，我有很多機台，當然可以跟國外買，但是有些機台我可以跟台灣廠商合作，我可以請他客製化出不一樣的機台。那而且这有什麼好處呢？各位你知道，我們台灣發生地震的時候呢，第一個時間點，台積電的員工當然回到台積電沒話說。但是你知道嗎？台積電的機台的相關配合廠商，他們也第一個時間就趕到台積電了。像三星啊，他就沒有在做這一塊，他都買國際大廠，艾斯摩爾啊，對啊，或者說美國的應用材料。我跟你講，假設今天三星發生了一個問題，他 call 那個艾斯摩爾 call 那個應材，你來，他們會來嗎？最快也要2天吧？不會來，因為他們就說我們等我們上班的時候再來。各位，我們是台積電發生地震的同時，台積電的人進來之後，供應鏈也就進來了。對，這個就是差異點。你知道這麼一個微小的差異，就會造成整個成敗的關鍵，這都是非常重要的。對，所以為什麼我們說台積電的那個兵團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狀況。另外就是製程的一些細節的這個部分，就是製程上面來說的話，晶片是這樣子的，晶片其實是一層一層堆疊。現在的先進的晶片可能有100多層的這個堆疊上來的，那你只要每一個層，我只要良率比你贏一點點，這個堆起來就是非常大的這個差異性。所以台積電在很多細節上面要求非常的完美，所以為什麼他會養了很多台灣供應鏈，就是因為台灣可以配合它調到台積電需要的東西，這個良率差出來只會差到0.000幾而已，但是你就是很多個0.000幾之後，就會變成是非常大的這個差異。奇怪，它聽起來也不算什麼秘密，那為什麼三星沒有辦法去施法台積電這樣的一個成功的經驗？而且甚至現在台積電還有三星跟 Intel 都完全追不上的護城河。對，我覺得很多原因啊。我剛才講到技術嘛，對，技術目前為止台積電本身它已經來到2奈米，往這個埃米世代去。那目前為止三星也有自己的技術，但是目前為止卡關，良率差。然後另外一部分來說 Intel 也是這個樣子。那良率來說，我剛才講到嘛，很多細小疊層它的良率的差異。我剛才講台積電在很多設備
在很多的材料上面都是選用台灣的廠商，可以幫我客製化，做到我想要的東西。三星沒有這樣做，Intel 也沒有這樣做。簡單來說，就是它缺少那個生態系，那個生態系非常非常之重要。譬如說，今天台積電說，我要研發一個產品的時候，那些生態系是會為我做東西，但是在 Intel 或者是說在這個三星的生態系裡面是。客戶做什麼東西出來，我就用他的設備，這兩個是很大的差異性，就主動性跟被動性。對，現在也來不及打造跟建構了。台積電做這個生態系，各位你要知道，台積電已經做了快20年了。我覺得張忠謀董事長厲害的地方就是他知道說，我不是只有要做晶片，我還要做我的協同廠商，形成一個大軍團。所以你看，現在台積電去海外設廠的時候，不是他自己一個去。他都帶了一大堆軍團去那個地方，這樣就可以很快的作業。像我舉個例子，像台積電在亞利桑那州蓋的這個廠，連全世界人都覺得不可能，你怎麼可以那麼快就做到？對，為什麼那麼快做到？我都把兵團帶到那個地方去。我们在台灣怎麼做，就在那個地方怎麼做，所以等於把台灣的經驗 copy 到那個地方去。所以我覺得這個就變成是台積電非常非常獨特的競爭力。所以才說很多人都說很擔心三星會追上，很擔心 Intel 會追上。我跟他講，5年之內都不可能。你只要看到他們沒有做這個動作，那就是不可能，因為這個東西生態系其實非常重要。這個黃仁勳每一次回來，他就會講生態系很重要。對，台灣的供應鏈、台灣生態系，這個是他一直念茲在茲，這個其實才是台灣真正的競爭力。是，因為其實你看黃仁勳其實真的是常常來台灣，對，但他在這些科技大國裡面游走裡面，我們發現他跟張忠謀好像有一個聯盟到底是怎麼產生的呢？對，我覺得最近我看了這個黃仁勳那個採訪，我真的嚇一跳。他說什麼？他說我跟這個台積電做了好幾千億的生意，對，但是我們都沒有簽任何合約啊，30年來都沒有簽過。這想說這怎麼可能啊？為什麼？因為他跟台積電就是情同父子。我必須這樣說，尤其是他跟張忠謀董事長兩個人的情誼真的是，如果這個黃仁勳把他當成父親，我一點也不會覺得意外。黃仁勳創立這個公司的時候是1993年的時候，當時他是小公司 ，IC 設計公司需要有晶圓代工廠，但因為他的公司非常小，所以他找了很多人幫我生產，沒有人要啊，知道？他去寫信給張忠謀董事長，就他說他寫了2年，寫了2年之後，後來有一天1995年的某一天的下午的時候，他會記得很清楚，電話響了。接起來，他聽到是張忠謀，然後就叫所有人安靜安靜。張忠謀打電話給我了，因為張忠謀認為說他的技術非常好，張忠謀願意幫他生產，所以早年張董事長在挑客戶的時候，是他認為這個有潛力的，他會來挑，所以他覺得，我居然獲評中選，所以他很開心，所以他等於是說，沒有當初張忠謀的這樣幫他，他是不可能會崛起的，所以這是他們兩個一開始結緣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對。第二件事是什麼？他們兩個交情多好呢？你知道，2009年當時台積電幫這個所謂輝達生產40奈米的產品，就沒有良率很差。我們剛才不是有講到嗎？台積電良率很差，被三星追過去那一段故事，對，賠錢。那做壞了那怎麼辦？就你知道，當時的張忠謀董事長就親自飛到美國去。他們原本說要上餐館，那張忠謀說沒有，我們去你家吃飯好了。他們在他們家叫了個披薩來吃飯。那張忠謀就跟他說：“這樣子了，好了，這次的報廢我就賠你1億多美金，這樣好不好？”然後這個黃仁勳就說：“好。”他們就這樣，也沒有簽約，就這樣子就搞定了。你知道他們兩個哇，這個惺惺相惜的程度。另外一個我覺得很有意思，就是後來是張忠謀的自傳又揭露說，他有2度想要找黃仁勳接班嘛。從2013年，那黃仁勳就說：“我有我的工作嘛，不容易這樣子狀況好。”所以你知道，事實上他們兩個關係真的非常特別。所以你知道，每一次黃仁勳只要來台灣的話，他一定會去張忠謀的家，不論怎麼樣，他都一定會去，這是他必來的重點。然後他也會去拜訪台積電，這是他都一定會做的一件事。然後另外我覺得比較特別是黃仁勳來台灣接受榮譽博士的頒獎的時候，其實當時的張忠謀董事長有出席，然後當時的這個黃仁勳就送給所有在場人一個禮物，是什麼禮物呢？一個漫畫冊，輝達跟台積電之間的故事。他把它做這個漫畫冊送給大家，那裡面最大篇幅就是他跟張忠謀2個人之間的關係。張忠謀先生這2年所出的自傳裡面，在上下冊裡面，他一直提到一件事情，然後說，他自認為在台積電的任內，他都沒有做過很壞的決定。對，沒錯。但實際上，書裡面還是有透露出來，其實一個領導者必須要面臨的這個致命的誘惑跟挑戰。對，世宏哥，你看他面臨過哪一些呢？對，我覺得台積能走到今天來說的話，我覺得張忠謀董事長當然非常重要，他早年做了很多決定都很重要。現在的 IC 領域來說的話，有一個非常重要叫做銅製程，就是說我在這個線路上面我是用銅線。那早年來說有一個時候是用鋁線。
鋁製程過渡到銅製程，大概約莫在2000年左右這個時間點。那當時的台灣那時候叫做晶圓雙雄，台積電跟聯電兩家公司。當時的張忠謀董事長認為說，我們要自己做自己的技術，所以他選擇自己研發。那聯電選擇的是跟 IBM 合作。事實上，當時全世界的主流都是找大家一起合作，因為這個比較容易啊。对啊，我找個大廠來依靠，那做了成功幾率比較高啊。但是張忠謀董事長認為說，我們要靠我們自己的技術。大概過了1年多之後，果然台積電率先研發出來了，聯電反而是被 IBM 拖累住。反而是國際大廠拖累住了聯電，這就是第一個非常重要。我技術要自主，所以從那個時候開始，台積電很多技術都是自己來，他都自己做。那這個就變成是他可以搞他自己的生態系嘛。所以這個是一個非常原始的一個決定。那第二個是什麼？不跟客戶競爭。實際上，張忠謀董事長他說，其實台積電最重要的根基是什麼？他說是誠信。誠信是他的台積電的根基，台積電最重要的刻在協議裡面的，聽起來很抽象，对，而且不跟客戶競爭，對，好怪。那為什麼要這樣做？為什麼三星不太可能變成全世界晶圓代工的龍頭？因為三星自己做出產品手機。對，我問你，我做出手機的時候，蘋果會下單給他嗎？我最機密的晶片給你做，你會學很多東西，對，就是學走了。大家知道三星會有現在的自有的晶片，是他以前早年他跟 Nokia 說，你的晶片給我做，他學 Nokia 的，所以這個就是變成你有這樣的經驗之後，蘋果打死他都不會下單給三星。那你說輝達某些程度來說跟三星也有一些競爭關係啊。那 Intel 來說，輝達跟 Intel 又是競爭關係啊。所以他說台積電有說過一件事，我從來不跟客戶競爭，我想的就是讓客戶更好，那客戶就會跟你共榮。對，這就是他所說的誠信，就是這邊。有一次我看到一個故事，我真的嚇到了。張淑芬女士回到家，然後去看到張忠謀，然後他說：“我拿了幾頂我們這個運動會的帽子回來，要送給朋友。”結果你知道張忠謀怎麼說嗎？你要去算那個價錢多少，要付給台積電。這麼公私分明嗎？對，這就是誠信。我們每一件事情對客戶要誠信，對我們自己本身也要誠信。這麼嚴格？對，很嚴格。這就是刻在骨子裡面的東西。誠信不是只有大東西要做到這樣誠信，小東西你要做到這麼誠信。這就是張忠謀給人家的以身試法。這個在家裡會有家庭革命啊？對，但是他會這樣做。所以我看到的時候，我覺得哇，他連這種小事他都這麼在意。那另外就是在2007年的時候呢，因為當時高盛曾經有說過一個案子，就是說我出700億美金來收購你台積電，要不要？那其實以當時的台積電，它算是溢價收購。那如果按照很多人都覺得說，好啊，我就把公司賣啦，賺錢就好啦。但是問題是張忠謀就覺得我要繼續發展我的事業，拒絕這個誘惑，所以才說其實一路走過來，你會覺得張忠謀董事長做了很多決定來說，他的眼光看得都非常非常遠。那也事實也證明他的看法真的是對的。哇，這聽起來真的確是因為有張忠謀這些關鍵決策，才能夠呢把台積電推升到目前的狀態哦。但事實上他過去早年在德州儀器曾經經歷了非常絕望的6年，對。可是呢，這段時間也變成了他的養分，讓他有機會可以帶動後來再推升台積電的一個很大的助力。對，我覺得事實上我們都不要講說張忠謀董事長現在做了這麼好，但事實上他也經歷過非常多挫折。他人生最大的挫折應該就在德州儀器。為什麼？因為事實上他進入德州儀器之後，因為他表現得非常好，他工作是一路在往上衝的，衝到最後之後呢，因為他畢竟還是個華人的身份，我必須跟他講，在美國的科技圈裡面，還是或多或少有這種身份的障礙的問題，有天花板。對，所以他後來當到德儀的副總裁之後就升不去。他其實當時因為後來他們的原始的這個老闆要退休，原本大家認為說以張忠謀的資歷，他是可以接班的啊，但是最後不是選擇他，是選擇另外一個表現沒那麼好，所以從此之後他就覺得這個有點心灰意冷。再加上說，你知道嗎？你跟我同梯啊，我升上來我就會排擠你，對，所以他就把他調到研發部研發那個個人電腦那種東西。那張忠謀覺得這個不好啊，所以等於是他跟長官意見不合，那長官就慢慢的冷凍他，然後他慢慢的就覺得說，那好像這個公司有我跟沒有我一樣。那我在這邊工作了這麼久都沒辦法有什麼樣的一個狀況，對不對？另外一個，當時我覺得對張忠謀來說也是人生另外一個重大轉折，因為他當時已經快要進入50歲了，他準備要退休的前夕的時候，他當時因為婚姻也不順，因為他跟他老婆其實長時間是分隔兩地，所以慢慢感情也出了一些問題，再加上他那時候的女兒出了一場嚴重車禍，幾乎奪走他的性命，所以那時候在照顧家庭、在照顧女兒上面，然後工作上面都非常的辛苦。
那其實當時我們台灣就已經對他拋出橄欖枝了，在最後的要離開美國那幾年，就透過我們當時的孫運璿院長，然後找了這個潘文淵去找他很多次，然後甚至也把他找到台灣來，跟他談了很多工作。但是事實上，他曾經有跟孫運璿院長說過一件事，他說：“你給我的薪水不是不行啦，但是跟我在美國拿的東西有一點差異。因為什麼？因為他們當時有很多分紅，還有很多退休金，他是需要等到，譬如說你可能要離開公司3-5年才能夠拿。他說你不能夠去別的公司拿，這樣，所以他要等到那個時間點過了之後才能夠來。他要真的拋下在美國一切，來到台灣，這也是一個非常重大的決定。考慮了非常久的時間，最後他還是在1948年來到台灣。還有一個點是怎樣的？因為我們知道他從德儀出生，所以他回到台灣來的時候，他當然是說我要把德儀那一套帶回來。所以為什麼台灣的這個台積電跟別的公司就不一樣？因為它刻在骨子裡的是一個美國公司。台積電張忠謀創辦之後就注定是這樣，因為他就把那一套帶過來。那你知道台積電早年的時候，他的晶圓代工曾經有非常不順的時候，你知道張忠謀用什麼方法嗎？他去把這個曾經當時的 Intel 的執行長葛洛夫把他騙過來。對，他說你來看看我們的公司，我需要你一些建議，然後他就来看，然后看了之後進到工厂裡面看，他就說看了你有什麼建議嗎？然後安迪葛洛夫就跟他說，你這個要改。所以他也是找世界級的人來幫他鑑定他們公司。所以台積電之所以不一樣，就是它就是一個美國血統而且帶有美式精神的一家企業。但來到台灣之後，当然就是台積電，我們现在看到它现在的這個事業，現在已經變成世界級的嘛。對。不過呢，我覺得所有的事業裡面最困難的還是守成跟接班。對，沒錯。其實我們剛剛談過很多，就是台積電它考慮過很多的接班人，是，所以大家都在討論，就是為什麼會選擇魏哲家？對，張忠謀董事長啟動的第一次是蔡力行。那蔡力行董事長來說，其實他的學養學經歷都非常好。只是後來的失敗原因是因為他認為說蔡力行董事長的磨練還不夠多，所以他在考慮了第一次的這個經驗之後，他後來就創了一個所謂的雙首長制。他讓劉德音呢跟這個魏哲家兩個人一起來做。那這個好處是什麼？就我同時考察兩個人，然後讓這兩個人既競爭又合作這樣一個狀況，那我才知道說怎麼樣一個比較好的這個接班。我不要單壓一個人，其實他的接班也是分頭並進的。就是劉德音董事長，他原本就是先進製程的，所以他等於是說先讓他接班，那把台積電從這個7奈米、5奈米、3奈米到2奈米的這個晶圓整體的建廠跟這些這個所謂經驗，把它傳承下去之後，後來再交給魏哲家。工廠都蓋了之後，我要行銷產品嘛。那其實我們如果你在公開場合看過魏哲家董事長的演講，跟劉德音，你就知道兩個個性不一樣。魏哲家就是很這個業務員的那個性格，他會講笑話給你聽啊。所以等於是現在台積電是要賣出晶片。其實我覺得張忠謀董事長在鋪排這個局面上面的時候，他已經有想得非常非常遠，我覺得這是他厲害的地方了。是，我想要請教施東哥，那你怎麼接下來看這個台積電未來的發展，還有我們在台灣的投資人應該要怎麼樣去看待呢？現在的這個魏哲家董事長來說，我覺得大家應該會對他期待非常深的。那我覺得以他的這個學經歷，他在台積電，其實張忠謀董事長磨練他的時候，有磨練過他非常多次，所以我覺得他其實是一個非常多歷練的。他很多東西都是非常的這個有經驗。另外一個我覺得他個性，我覺得蠻適合現階段的台積電，因為台積電現在會面臨到很多壓力，包括說美國的壓力、台灣的壓力、客戶的壓力，然後這個股東的壓力等等。但是魏哲家董事長就是一個非常會這個管理情緒的一個人。曾經有一次呢，張忠謀董事長就罵他說：“你這個怎麼做的那麼不好？”他就回了張忠謀董事長一句話，他說：“董事長，你可以質疑我的能力，但是你不能夠質疑我對台積電的忠誠。”他這樣一講，張忠謀也不知道怎麼去回答他，你知道嗎？他會這樣做，也是因為他跟很多客戶都接觸過。所以來說，其實如果依照現在的接班人來講，我覺得是一個非常好的接班人。是，所以我覺得台積電的業務是不會有太大的問題。其實現在的問題，反而大家要擔心的是整體景氣。如果如同是這個黃仁勳先生所擘畫的那個 AI 遠景，如果沒有變的話，我覺得台積電是非常非常好的。是，但是現在大家擔心就是說，AI 會不會有變？那當然這個部分我們要邊走邊看。對，只要這個部分沒有問題的話，我覺得台積電這個現在已經有法人預估了。我們說假設前提都不變的狀況之下，今年是賺90塊。
對，那明年呢，預估是可以賺到120塊。那120塊的話，你乘以20倍就是2400。那你乘以30倍的話是3000多塊。所以我才说，其實就是台積電是這樣一個穩步、一個穩步、一個穩步在往上墊。是按照這樣的狀況之下，台積電表現得這麼好的時候，其實大家也不用太擔心台灣的景氣啦。對啊，我覺得一切都是由台積電造就沒問題了。是，現在的一席之地就是 AI。对，希望我們能夠很快就看到了。是，謝謝。謝謝。